在三国时期，英雄辈出，纷争不断，而其中孙权的崛起无疑是充满传奇色彩的。他出生在东汉末年的风云变幻之中，家族的命运与他紧紧相连。孙坚这位英勇的父亲在征战四方时早逝，孙策继承家业，继续家族的事业。然而命运依然没有给孙家留一线生机，孙策也因病早逝，留下一个年仅18岁的孙权，突然成为了吴国的主帅。此时的孙权既没有丰富的经验，也没有绝对的权威，他接手的是一个尚未稳固的江东基业，四周风云变幻，敌人如狼似虎，曹操势力庞大，刘备则充满野心，而他必须站出来，成为江东的大厦的支柱。年轻的孙权面临着巨大挑战，但也拥有巨大的潜力。作为家族的继承人，他不仅要处理复杂的家族事务，还得应对外部势力的威胁。从一开始，孙权便不得不发挥出非凡的政治智慧和远见卓识。他没有像一些年轻的继承者那样急于求成，而是稳扎稳打，逐步稳定了自己的地位。为了保证吴国的长久稳定，他开始清除内部的隐患，任命得力的将领和谋士，逐步掌握了江东的军政大权。然而，孙权的真正才华不仅仅体现在对内的整顿上，更在于他极具眼光和远见的政治策略。尤其是在与刘备和曹操之间的微妙关系中，孙权展现出了卓越的战略眼光。他深知江东的安全不仅仅依赖于单纯的武力，还要依靠合纵连横的智慧。赤壁之战正是孙权政治智慧的最好体现。在曹操强大如山的压力下，孙权毅然决定与刘备联手，共同抵抗曹操的侵略。这一决定不仅是为了抵御外敌，更是他深知合纵连横的智慧。若能稳住刘备，甚至取得一些彼此之间的合作，他便能在曹操面前不失优势。赤壁之战后的吴国，借着胜利的东风和孙权的明智决策，逐渐成为三国中的一方霸主。他的成功并不是偶然，而是他通过深刻的政治洞察力、稳重的处事方式以及果敢的决策不断积累的成果。孙权没有急于求成，而是一步一个脚印地稳固吴国的地位，最终让吴国成为三国中举足轻重的一方力量。欢迎来到以墨说史，在这里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历史人物，揭示他们璀璨的一生，展现中国古代历史人物的智慧与谋略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别忘了订阅，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历史。孙权的故事从一开始就注定与动荡的时代紧密相连。他出生在东汉末年的风云变幻之中，182年，这个时期正是汉朝腐朽衰弱，社会动荡不安，战乱不断的年代。孙权的家族并非显赫一时，但他的父亲孙坚却是一位出色的军事将领，曾帮助朝廷平定了不少叛乱，立下赫赫战功。可惜好景不长，孙坚因病早逝，留下了未成年的孙权和年幼的兄长孙策。孙策的崛起为孙家注入了新的生命力，他凭借自己的勇气和智慧，很快在东南一带打下了一片天地，逐渐成为江东的领袖。孙策英勇果敢，指挥得当，几乎在短短几年间便扩展了孙家的领土，但命运依旧对他不太友善。年仅26岁，孙策因一场不幸的伤病早逝，临终时将江东的大计托付给了年仅18岁的孙权。那时的孙权既没有经验，也没有完全的实力，但他身上背负着家族的期望和责任，也面临着一个充满挑战的未来。孙权接手家族事业的那一刻，局势并不乐观，面对的是一个分裂且动荡不安的局面。虽然孙策打下了基础，但孙权所要处理的不仅是家族内部的斗争，还得应对曹操和刘备这些强大外敌的压力。更重要的是，
江东的许多士族并不完全支持孙权，甚至有一部分心怀异议。刚刚继位的孙权不能像父亲和兄长那样单凭武力震慑四方，他必须依靠智慧和策略稳住江东的局势。孙权在接任后，首先面临的挑战便是如何稳住内部，整顿政权。虽然他年纪轻轻，但他并不急于求成，而是小心翼翼地用人和改革，清理了江东的一些内部矛盾。孙权认识到，如果没有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，就无法稳定局势，于是开始进行一系列的军事和政治改革。他任命了许多有能力的将领，比如周瑜、吕蒙等人，逐渐将江东的军政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。与此同时，孙权的政治手腕也逐渐展露出来。他深知自己不能只依赖一时的武力，更要借助智慧和策略来寻找平衡，打破强敌的压迫。孙权通过与刘备的合作，逐步掌握了更为有利的局面。他在内政和军事上的逐步改革，使得江东的政治结构得到了很好的稳固。同时，他也开始在对外的博弈中寻找突破口，为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战便是赤壁之战。孙权的智慧在这一战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。208年，曹操带领100万大军南下，意图吞并江东，逼迫刘备投降。对于孙权来说，这是一个生死存亡的时刻。单凭江东的力量，孙权不可能抗衡曹操的强大军队，但是他并没有急于迎战，而是冷静地思考如何借力打力。孙权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与刘备结盟，共同对抗曹操。这个决定虽然存在不小的风险，但孙权深知，单打独斗根本无法与曹操抗衡，只有联合刘备，才能形成真正的合力。赤壁之战的胜利，成为孙权人生中的重要转折点。借着刘备的力量，孙权利用东风的天时和周瑜的军事智慧，巧妙地打破了曹操的优势，彻底击败了曹操的进攻。赤壁之战不仅仅是一次战役的胜利，它标志着孙权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双重成功，也为吴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。孙权通过这场胜利成功地巩固了对江东的控制，打破了曹操南下的计划，确立了自己在江东的霸主地位，也使吴国成为了三国之一的强大力量。这场战役后，孙权的名声达到了顶峰，吴国的根基也进一步稳固。赤壁之战之后，孙权逐渐从一个继承家族事业的年轻领导者，成长为一个政治智慧和军事才干兼备的霸主。他的吴国也在三国争霸的激烈竞争中占据了一席之地。这一切离不开孙权早期的深思熟虑与精准决策，以及他在局势中灵活应变的智慧。在赤壁之战的胜利后，孙权的吴国逐渐在三国格局中占据了一席之地。然而，局势依旧复杂多变。孙权很快发现，自己虽然击败了曹操，但新的挑战接踵而来。最为显著的，便是与刘备的关系。这个曾经的盟友，逐渐变得复杂且微妙。最初，孙权和刘备的联盟是为了共同抗衡曹操。当时两人一同在赤壁之战中击败了曹操，奠定了各自的地位。合作之初，两国的关系看似和谐，孙权甚至将手中的荆州部分地区划给了刘备，以确保联盟的稳定。然而，随着时间推移，孙权开始意识到，刘备的野心不可小觑。刘备逐步扩展势力，尤其是在荆州的争夺上，刘备渐渐表现出对这一地区的强烈欲望。而孙权作为江东的主宰，不愿轻易让出这一宝贵的地盘，于是曾经的联盟变得越来越脆弱，矛盾也开始逐渐浮现。最终，随着刘备与孙权争夺荆州的冲突愈发激烈，两国的关系彻底破裂，曾经的盟友成了敌人，而与曹操的关系
始终充满了博弈与对抗。赤壁之战虽然打败了曹操，但并未消除曹操的威胁。曹操虽然未能一举吞并江东，却依旧雄踞北方，掌控着强大的军队。孙权深知曹操的威胁随时可能再次来临，因此他不断寻找机会与曹操周旋，既不完全断交，又时刻保持警惕。在这场复杂的政治博弈中，孙权既要在保护江东安全的同时，也要寻找每一次可能的机会扩展吴国的影响力。他懂得如何在局势中找到平衡，既能与曹操维持一种微妙的和平，又能够在关键时刻做出应对。然而，孙权真正的智慧体现在他如何处理复杂的外交关系与内政改革上。在稳定了江东的政权之后，孙权着手进行一系列的政治改革。为了使吴国保持长久的繁荣与稳定，他对内政进行了整顿，加强了法治和军制，确立了更加有序的管理体系。他深知，只有建立起强大的国内基础，吴国才能抵挡外部的威胁。因此，他更加注重对百姓的治理和法律制度的完善。吴国的对外扩张也是孙权治国战略中的重要部分，特别是在争夺荆州和南方地区的控制权时，孙权展现了自己高超的外交手腕。他通过巧妙的政治手段，逐步掌握了战略要地，为吴国积累了更多的资源与支持。同时，孙权并没有忽视商业和文化的发展。他深知，军事力量虽然关键，但经济和文化同样重要。在他的治理下，吴国的商业逐步繁荣，文化也得到了一定的提升。孙权让吴国在经济、军事、文化各方面都保持了一定的平衡，这使得吴国在三国鼎立的局面中能够稳定发展。作为一位军事和政治的双重天才，孙权在军事指挥上展现了非凡的才华。他善于选将任能，举荐了许多杰出的将领，像周瑜、吕蒙、陆逊等。正是在这些能将的帮助下，吴国的军事力量得到了强大的支撑。尤其是在一些重要战役中，孙权总能根据战况调整战术，使得吴军在敌强我弱的局面下屡次获得胜利。孙权的军事才能不仅仅体现在指挥作战上，更在于他对军事战略的深刻理解。他能够在复杂的局势中冷静分析，做出最合理的判断。在政治手段上，孙权同样是一位卓越的领导者。他懂得如何处理家族事务，如何在家族内部保持权力的平衡，这也是他能够长期稳固江东政权的原因之一。他善于用人，能够识人善任，尤其是在外部压力不断增大的情况下，他始终能稳住自己的领导地位，甚至在一些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决策，保持吴国的持续繁荣。孙权的成功最终体现在吴国的稳定和繁荣上。尽管外有强敌，内有纷争，但孙权凭借出色的军事指挥与深邃的政治眼光，使得吴国在他的治下逐渐走向稳定，成为三国中的强大一极。孙权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一个道理：领导者不仅要有勇气，还需要智慧。只有将两者结合，才能应对变幻莫测的时代。孙权的一生是充满波澜壮阔的，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他逐渐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，尤其是在晚年，权力斗争和家族事务成为了他生活的重心。身为一位聪明且极具远见的领袖，他在政治、军事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，但当他步入晚年时，吴国的未来开始蒙上了一层阴影。孙权在晚年不仅要面对外部的威胁，还要应对内部的复杂斗争。随着他身体的逐渐衰弱，权力的斗争变得愈发激烈，许多人开始觊觎权力，特别是吴国内部的士族与官员，纷纷为自己的利益而争斗。孙权最担心的莫过于吴国的继承问题。虽然他一度为吴国的未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，但他深知国家的稳定与兴盛
离不开有能力的继承人。然而，孙权的继承人，他的儿子孙亮，并未能展现出父亲那样的雄才大略。孙亮年纪轻轻，缺乏足够的政治智慧和军事实力，这使得吴国在孙权去世后逐渐进入了衰退的阶段。孙权虽然做出了多次努力，希望能够让吴国继续保持强盛，但面对内外压力，吴国的命运逐渐变得扑朔迷离。孙权的遗产不仅仅体现在他建立起来的吴国基业上，更在于他为吴国所奠定的稳定基础。即使在他去世之后，吴国的地位逐渐下滑，但孙权一生的奋斗与智慧，仍然为吴国的辉煌奠定了不可忽视的根基。他的名字也永远镌刻在三国历史的篇章中，成为后人谈论的焦点。孙权的成功并非一时之功，而是通过坚持、智慧和策略，凭借一个又一个的决定和行动，稳住了吴国的江山。孙权无疑是一个真正的权谋家和军事指挥官，他不仅以卓越的战略眼光和雄才大略，创造了三国历史的辉煌，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领导力的真正含义。在动荡的时代中，孙权以他的勇气和智慧迎接了挑战，成就了一番伟大事业。他的一生充满了教训和启发，让我们思考如何在动荡的环境中，通过智慧和策略抓住机会，成就自己，也成就一片江山。孙权的名字不仅仅是三国历史中的一个符号，更是一个值得后人学习的典范。